你好，我是阿力。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链上的大数据分析啊。那么在本期视频中啊，你将看到，第一，莱特币因为一条假新闻出现了短时的拉升，并且呢，短时间内又进行了回落的这种一日情的这个行情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著名的比特币投资公司叫 MicroStrategy 在第三季度大量买入比特币啊，我们将分析一下这个一些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今天的节目的重点，链上周报大数据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大数据得知啊，尽管上周的这种暴跌啊，出现了大量的比特币的抛售，但是呢，数据显示仅限于是这个短时间持有的这种散户的抛售啊，那么长期持有者啊显得是处变不惊。好，我是阿里。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美股分析，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呢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的分析了。老朋友们啊，先赞后看。那么先看一下这个美国时间今天上午的一个乌龙事件啊。那么路透社新闻报道啊，沃尔玛周一表示，有关该公司将与加密货币莱特币合作的新闻呢是假新闻。这个假新闻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沃尔玛将接受莱特币进行支付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结盟合作的一个新闻稿，导致了莱特币短暂的大涨，将接近了30%。那么沃尔玛正在调查这项吹捧莱特币将可在沃尔玛商店使用的新闻稿如何从新闻发布商 Global News Wire 发出的。那么沃尔玛对 Global News Wire 发布的这个新闻稿啊毫不知情，而且消息完全不属实。沃尔玛与莱特币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沃尔玛的一个新闻发言人告诉路透社的。我刚才跟大家念的这个新闻稿呢，是路透社发出来的消息啊，但是呢，今天早上这个沃尔玛支持莱特币支付的新闻啊，路透社也参与了转载啊，非常的具有讽刺意味。那么由此可见呢，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新闻机构啊，它都会进行对这个新闻进行事实的核查，那么看见轰动性的新闻啊，就一窝蜂的去这个转载。那么这也是媒体的普遍的一个通病啊。但是呢，这种不负责任的转载呢，确实是害了很多投资人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就真的是 all in， 甚至加杠杆去买进这个莱特币了，那么结果就被套在这个30%的这个高点上了。所以说，给大家一个经验教训呢，就是大家看到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呢，就不要想着马上去买币啊。那么做美股的朋友一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 buy the rumor, sell the news， 就是说这个有谣言出来的时候啊，你可以去买，但是新闻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卖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新闻出来卖出呢，可能才是正确的一个选择啊。那么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节目的第二部分啊。那么比特币距今啊，第三季度啊买入了4.2亿美元的比特币。那么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这个公开的文件显示啊，截止到9月12号 ，MicroStrategy 那么在第三季度啊，以4.2亿美元的价格购进了8957枚的比特币，那么平均每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呢是4.69万美元。那么这家公司的老板就是著名的 Michael Saylor， 那么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提到过他啊，那么他是这个比特币的坚定的一个喊单人啊，也是坚定的这个拥护者。那么该公司目前的持有总共呢是11.4万枚的比特币啊，那么比8月24日这个披露的财报呢，那个时候多出来了5000枚啊。那么平均的购买价格，当时的平均购买价格是2.77万美元。为了筹集购买比特币的资金啊 ，MicroStrategy 本季度迄今已通过市场发行了55.5万股的股票，那么筹集了4亿美金。由此可见啊，我们之前讲到过啊，就是说9月份会有很多的这种机构，尤其是这种上市公司，他们会通过财报来披露他们是否买进了比特币啊。那么当时我们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种公司或者机构，他们的财报披露他们公司是否买进了比特币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本期节目的重点，重中之重啊。那么我们在上周的这个时候发布的视频啊，很多朋友都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在我当时的节目里面分析链上大数据的时候，我精准的得出了一个可能会插针的一个结论啊。那么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1个小时之内比特币下降1万美元的这种大
大暴跌，那么爆仓了40亿美元的这种狂暴行情啊，没错啊，你没听错，这40亿美元的这个爆仓量，我后来的节目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今天的大数据显示，这40亿美元的这个合约爆仓是在1个小时内完成的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期货的从未平仓的这种期货从130亿美元这种高点啊，1个小时之内啊，有40亿美元被爆仓，大约是占了30%啊。那么到本周的这个剩余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杠杆率的一直在维持在94亿美元的附近啊。那么在这个抛售期间啊，经历了一段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负融资利率之后啊，永续合约市场已经恢复到这个略为正的融资利率啊，这表明交易者呢仍在期待价格上涨的势头啊，但请注意啊，资金规模远低于崩盘前的水平啊，那么这表明至少这个部分的去杠杆化已经发生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词汇啊，叫比特币的平均休眠值。那么这个词的意思呢，是指这个币在交易之后保持不动的这种平均的天数。那么这个指标呢，可以观测市场上比特币的这种平均年龄。那么这么说，可能大家会不太明白啊。那么我们用图标来讲解啊，并且将9月7号的暴跌作为例子一起来学习。那么大家来看这张图表啊，注意看黄色的那根线呢，就是币的平均的休眠的天数。注意看9月7号当天这条线呢是突然飙涨到了160天的附近啊。那么这表明暴跌的这一瞬间，整个链上的比特币的平均年龄突然变大。那么换句话说啊，就是抛售的币啊，卖出的币都是非常年轻的币啊。那么大家看这条线，紧接着这条线就暴降了啊，那么说明很多人呢马上就买进了币啊。那么这里的很多人其实是指机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机构在9月7日之前可能是用刚刚买来的币啊，用来在9月7号当天砸盘，并带着这个附近入场，就是最近入场的这种散户一起抛售，紧接着这个机构又在底部呢大量的又买进去了，这是一个完美的对倒。而跟着这个抛售出去的这种散户呢，出来惊叹一声好险呐。那么没想到他们已经被抛下车了啊。那么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概念啊，大家去看前面的这个指标的峰值啊，大概是2020年的11月份。那么比特币当时这个牛市是刚刚启动不久，这个指标又在飙涨，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做短线的这种机构或者是散户呢，大量的跑路抛售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指标。那么接下来这个指标呢，在这个上周的后面的这个时间里面就趋向于正常了，就接近了2020年牛市启动前的这个数据的水平了。那么说明啊，后市对行情依然有很大的这个期待，表明市场强烈偏好呢长期持有。那么关于这个指标啊，这个比特币平均的这个休眠的日期，我们以后呢会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但是呢，这个指标呢不能够预测后市的发展，只能说明啊，这个长期持有者、长线看好者，这个在拿着这些币啊。紧接着这个链上周报的后面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加以说明，是长期持有者在看好比特币的市场。那么我们就不重复的赘述了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链上周报去看一下这个原稿啊。那么今天呢是国内时间的9月14号，那么很多朋友都听到了啊，914会有一个红头文件。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啊，那么可能在我节目发出来之后，可能会出现啊，可能会是915，可能会是916。那么大家所有人都听到914红头文件呢，那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么可能会缓个几天，也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啊。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您点赞、订阅加转发。好，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展 ，peace。